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种你可能以为很熟悉的金属——白银。但我要告诉你，白银的未来可能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它不仅再是首饰、餐具或者投资金条，如今白银正在成为驱动我们未来世界三大革命性产业的核心元素。我们今天的分析依据是一份来自顶级权威机构牛津经济研究院为白银协会撰写的重磅报告，标题是《白银：下一代金属》。这份报告发布日期是2025年12月，所以它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非常前沿的未来图景。无论您是经验丰富的投资者，还是刚刚开始关注贵金属市场的新手朋友，今天的内容都将为您揭示白银背后一个全新的、充满机遇的世界。请一定要跟着我一起一页一页的把这份报告的精华完全的看完。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宋浩。首先我们翻到报告的第5页来看一下执行摘要。报告开篇就点明了3个关键领域：太阳能光伏、汽车和电动汽车，以及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这3个领域正是塑造我们未来的决定性力量，而白银凭借其无与伦比的导电性、导热性和耐腐蚀性，成为了这些领域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我们来先看第一个领域，太阳能光伏产业。报告的第5页摘要提到，在过去10年，全球光伏装机容量增长了10倍以上，其中来自光伏产业的白银需求增长了3倍。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装机量增长了10倍，白银需求只增长了3倍？这是因为技术进步，所谓的结银，减少了每块太阳能电池板所需要的白银量。但别急，故事还有另外一面。新一代的 TOPCon 和 HHJ 等高效太阳能电池技术实际上需要更多的白银，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博弈。现在我们直接来看数据。报告的第8页图表1，标题是2014到2024年全球新增光伏装机容量，这是一个堆叠条形图，非常直观。你可以看到，从2014年到2024年，全球每年新增光伏容量几乎是指数级别的增长，尤其是图表最右侧的2023年和2024年，柱子的高度简直就是一飞冲天。再看颜色构成，最顶部的橙色代表中国，它占据了增长的绝大部分主力，贡献了超过10年全球增长的 51%。深蓝色的欧洲和红色的美国紧随其后。这张图表清晰地告诉我们，全球对太阳能的需求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爆发。那么对白银的需求意味着什么呢？请看第9页的图表2，标题是2014到2024年工业白银需求。这张图把工业白银分成了2部分，深蓝色的光伏需求，浅蓝色的是其他工业需求。最关键的信息在于比例的变化。在2014年，代表光伏的深蓝色部分只占总工业需求的 11%， 而到了2024年，这个比例飙升至 29%。 尽管结银技术在发展，但光伏产业的巨大体量增长使其成为了白银工业需求中越来越重要的驱动力。可以说，太阳能产业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与白银的命运紧密相连。要精准捕捉这一类由宏观数据驱动的交易机会，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浩投资量化交易系统，链接就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置顶留言。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2个激动人心的领域，汽车与电动汽车。传统汽车里面其实已经用到了很多白银，比如各种开关、触点和加热元件。但电动汽车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请大家翻到报告的第14页图表3，标题是按动力系统划分的单车白银消耗量的上下限。这张图表非常关键，它对比了3种车型，最左边是内燃机车，中间是混合动力车，最右边是纯电池电动车。每一款车型都有一个消耗范围，也就是上限和下限。我们来看数据，
一辆传统燃油车大概需要15到28克白银，而一辆纯电动汽车则需要25到50克白银。我们取个中间值来算一下，电动车比燃油车的白银用量高出了惊人的 67% 到 79%。原因很简单，电动车拥有更复杂的电池管理系统、逆变器、充电模块以及大量的电子控制单元，这些都需要白银来实现高效、安全的电能传输。所以，全球汽车的电动化趋势对白银来说意味着什么？让我们来看报告的第15页图表4，标题是2025到2031年全球电动汽车产量展望。这张图预测了未来电动汽车的产量，你可以看到代表全球总产量的最顶部的灰色柱子，在 Focus 预测区里面呈现出陡峭上升的曲线。报告预测，从2025年到2031年，全球电动汽车产量的复合增长率会高达 13%。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亚太地区主要是中国目前是领导者，但预测认为未来几年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增长将显著提速，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不可逆的趋势。那么把单车用银量和电动车产量结合起来，我们就会得到一张最震撼的图表。请看报告的第6页图表5，标题是2025到2031年汽车行业白银需求展望。这张图表把汽车行业的白银需求按车型来源进行了拆分，蓝色代表传统燃油车，绿色代表混合动力，而红色代表纯电动车。请看右边，从2015到2024年，蓝色的部分一直是绝对主力，但进入到预测期之后，红色部分开始迅速扩张，而蓝色部分则在萎缩。报告给出了一个惊人的预测，到2027年，电动汽车将超越燃油车，成为汽车行业白银需求的最大来源。到了2031年，电动车将占汽车行业白银总需求的 59%。这个结构性的转变是历史性的，要抓住这种清晰可见的结构性反转机会，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好投资量化交易系统，链接就在描述栏和置顶留言。还没完，电动化的故事还有一个重要的配角，请看报告第17页的图表6，标题是按地区划分的全球公共充电桩存量。更多的电动车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充电桩，而充电桩的电缆、触点和内部元件同样需要白银来确保高效的导电和耐用性。这张图表显示，全球充电桩的数量正在飞速增加，而中国再次展示了其惊人的基建速度。这部分的需求是电动化浪潮带来的额外增量。最后我们来到第3个，也就是最具颠覆性的领域——数据中心与人工智能。这可能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AI 的每一次运算、每一次模型训练都需要巨大的算力支持，而这些算力来自成千上万台服务器，它们都安装在数据中心里面。报告指出，白银在数据中心里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从服务器内部的半导体芯片封装到电路板、连接器，再到配电单元，白银的高导电性和耐热性是确保这些高功耗设备稳定运行，不过于热宕机的关键。我们来看一下数据中心发展有多么的狂热，请翻到报告第20页图表7，标题是2000到2025年全球数据中心存量。这是一条平滑的增长曲线，从2000年到2025年，全球数据中心数量增长了11倍。现在全球有超过4600个数据中心，但仅仅看数量是远远不够的，更核心的指标是算力。请看报告的第21页图表8，标题是2000年到2025年全球数据中心 IT 功率容量。这张图揭示了更深层次的真相，在同一个时间段内，全球数据中心的 IT 功率容量，也就是总算力增长了53倍，从2000年的 0.93 吉瓦增长到2025年的将近50吉瓦。报告里面有一个词非常震撼， IT 功率容量增长了
5252%，这意味着数据中心不仅数量变多了，而单个数据中心的规模和功率密度也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强。这背后就是对包含白银在内的高性能硬件需求的爆炸性的增长。想系统的捕捉这种指数级别增长的趋势，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好投资量化交易系统，链接就在描述栏和置顶留言。那么这些算力都分布在哪里呢？请看报告的第22页图表9，标题是2025年数据中心 IT 功率容量的地理分布。这是一个饼图，清晰地显示出北美以 45.6% 的份额占据了全球算力将近一半，东亚和东南亚以及西欧也占据了重要份额，而这3个地区加起来占据全球算力的 88%。 既然北美是领头羊，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未来趋势。同样在第22页图表10，标题是2025到2035年美国数据中心建设展望。这条预测曲线告诉我们，仅在美国一个国家，未来10年的数据中心建设投资额就将增加 57%。 美国的今天可能就是其他地区市场的明天。随着 AI 在全球的普及，对数据中心的需求将会持续高涨。报告在第23页方框2里面特别强调，人工智能的兴起将直接驱动了对 GPU、TPU 等专用芯片的需求，而这些高性能半导体里面的内部连接和封装都严重依赖白银。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一起深入了解了这份来自牛津经济研究院的重磅报告。总结一下，报告为我们揭示了未来驱动白银需求的3驾马车。第一，太阳能革命。尽管节银技术，但光伏产业的庞大规模和向更耗银的高效电池的转型将持续拉动白银的需求。第二，汽车电动化。电动车相比燃油车对白银的需求是翻倍级别的，随着电动车的渗透率在不断提高，这将是一个结构性的长期的需求增长点。第三，人工智能和数据。AI 算力的指数级别的增长，意味着对数据中心硬件需求的爆炸性的增长，意味着关键的导电、导热材料白银在这里面扮演着卖产人的角色。这份报告告诉我们，白银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身份转变，他们正从一种传统的贵金属和货币金属转变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下一代科技金属，它的工业属性和战略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当然，我们也要理性看待，任何预测都存在不确定性，技术路径也可能发生改变。这份视频旨在分享信息，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大家一定要做好自己的研究。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打开提醒小铃铛，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